大家好，欢迎来到向美的频道。我们很多朋友都有个人组网的需求，随着现在家里的设备越来越多，像 NAS、软路由，还有你家里经常开机的这些电脑以及其他设备等等，还有我们自己经常使用的这些移动设备。如果说我们把这些设备都可以组网放到一起，这样即使我们出门以后，我们也可以通过外网有效的连接访问。这个时候呢，一个可靠的组网方案就显得比较重要。记得之前呢，我有给大家分享过使用 ZeroTier 还有蒲公英 X1 的组网盒子来实现组网。那今天呢，我们要和大家分享的一个方案呢，是使用 Tailscale 来进行组网。Tailscale 呢是目前免费版本的这个组网方案里面，我个人测试体验最好的一个方案了，确实很好用。所以今天呢，我把这个详细的给大家分享一下。下面呢，我们就来开始。好，现在我们来开始啊。那首先呢，我们可以在搜索引擎里面来搜索 Tailscale， 然后一般搜索出来的第一个结果就是 Tailscale 的官方网站。又或者说呢，你可以在浏览器里面直接输入 tailscale.com 啊，这个是它的官方网址。我们直接来进入到它的官方网站。好，现在呢，我们就进入到了 Tailscale 的官方网站了。它是纯英文的，如果说你想看中文的话，可以用浏览器把它翻译成中文。那我们第一次进来使用 Tailscale 呢，直接可以点击这个 Try for free 啊，就是免费使用。那先简单的来介绍一下这个 Tailscale 啊，我们可以点一下它的价格，这个呢是它的价格，我们来看一下 Tailscale 呢，它有多个不同的版本。那一般来说，对于我们个人呢，使用它的免费版就可以了。我们可以看到，免费版呢，目前它支持多达100台设备啊，100台设备对于个人来说是绰绰有余，完全够用的。甚至呢，有些小的团队、小公司都可以够用了啊。所以呢，我们直接使用它的免费版本就 OK 了。好，那现在呢，我们来使用 Tailscale。那首先呢，第一次使用，我们点击这个 Try for free 啊。好，到了它的这个登录界面，这里呢，它支持多个账户的登录，有 Google、Microsoft 还有 GitHub、Apple 等等。大家根据自己的情况来选择登录就可以。这里呢，我可以建议大家使用 Microsoft 啊，点击它呢，我们可以注册一个微软的这个邮箱，就是 Microsoft 的邮箱，然后登录就可以了。那我之前呢是已经注册好的，你没有的话自己创建一个啊。我自己是已经有了微软的邮箱了，我就自行登录了。好，那现在呢，我们就使用微软账户成功的登录了 Tailscale， 非常的简单。然后下面呢，我们就可以添加设备来进行组网了啊。大家可以看到，它这里呢支持非常多的平台，有 Linux， 还有 Windows、macOS， 还有 iPhone、安卓，还有群晖啊，这些平台呢都有对应的客户端支持。那我们只需要添加设备就 OK 了。首先呢，我们先来演示一下 Windows 啊。那 Windows 平台呢，你可以直接点击这里下载 Tailscale Windows 版本，也可以呢点击这个 Download， 也就是下载，点击它。好，点击它以后呢，这里有这个不同版本的下载，我们先来下载 Windows 版本点击这里，点击下载。好，这个时候呢就正在下载这个 Tailscale Windows 版本呢，下载好了以后我们安装即可。好，那 Windows 版的安装包下载好以后呢，我们直接打开安装即可它这个安装呢很简单，首先呢点击这里打上勾，我同意，然后呢就点击这个安装，下一步就可以了，非常简单。好，现在呢我们就安装好了。安装好了以后呢，我们在下方的这个图标栏这里就可以找到这个就是 Tailscale 它现在呢是灰色的，大家可以看一下那我们直接右击这里，然后呢点击这个 Login 然后这里呢就会弹出让我们来登录的这个页面，这里呢我们直接点击登录就可以了用你自己的微软账户就可以。好，直接自己选择登录就可以。好，那到这一步呢，我们直接点击这个 Connect。
好，大家看一下啊，现在我这台 Windows 电脑呢就已经接入到了 Tailscale 啊，在这里呢已经显示出来了，然后呢已经给我分配了这个 IP 地址。OK， 那现在呢是我的第一台设备接入到了 Tailscale， 然后呢我们再给大家看一下 iPhone 是如何接入到这个 Tailscale 的，我们把这个网给它组起来。好，那在 iPhone 手机上面呢，这里建议大家使用美区的 App Store， 我们直接在这里来搜索 Tailscale 啊，搜索 Tailscale， 然后搜索出来的第一个结果就是我们要下载的这个 App 啊，这个是官方的 App， 我们直接点击下载就可以。安装好了以后呢，我们来打开 Tailscale 啊，打开它。那这里呢，我们来点击下方的 Get Started， 然后我们要添加一个 VPN 配置，这里点击允许。然后呢，这里它弹出来一个对话框，就是 Tailscale 要登录啊，这里呢我们来点击继续。好，它会弹出来一个网页，让我们来登录。好，点击允许。那大家看一下，现在呢，我的 iPhone 上面呢就已经登录成功了 Tailscale 的账户。然后呢，我已经在这里可以看到我刚才登录的 Windows 的这个设备啊，可以看到现在咱们这个组的这个网里面，我的 iPhone 添加进去了，它的这个 IP 地址是 100.86.179.129。然后下面的这个是我的 Windows 啊，这个名字呢，一会儿我们在后台可以改成自己想要的自定义的一个名字。好，现在呢，我的 iPhone 也是连接到这个网络里面了。好，现在我们可以看到，在 Tailscale 里面呢，我们已经添加了我们当前的这台 Windows 电脑啊，还有我的这台 iPhone 也添加进去了。这个呢，都是他们分配的内网地址啊。我们可以刷新一下页面啊，对他们进行一个管理。我们使用 Tailscale 组的这个网里面呢，就已经有2台机器了啊，分别是我们的 Windows 设备还有 iPhone。那如果说你觉得这里的机器它的设备名称不容易辨别的话，我们还可以自行的去修改啊。首先呢，点击这里的3个点啊，点击这个编辑机器名称。这里呢，我们把这个按钮给它关掉啊，这个是它自动给我们的机器命名的，我们把这个关掉。然后呢，进行自定义啊。这里呢，我就自己自定义一个名称啊，比如说我自定义一个 Windows， 然后点击这个 Update Name 啊，我就可以把名字修改成自己的想要辨别的名字了。那 iPhone 的话，我就直接给它修改成 iPhone 啊。首先把这个按钮关掉，然后呢，我给它自定义成 iPhone， 然后点击这个 Update Name。好，这样的话就更直观了，你就知道这个设备对应的是你自己的哪个设备。还有一个就是要给大家说的，就是建议大家所有添加进来的设备都给它禁用这个密钥过期啊，就是这个禁用密钥过期，点击一下。好，点击以后呢，这里就有这个显示了，可以翻译看一下啊，可以翻译看一下。好，过期已禁用啊，密钥过期已禁用。好，下面这个 iPhone 呢，我也给它把这个禁用密钥过期啊，给它点一下。好，这里呢显示了就 OK 了。那现在给大家分享了，就是把 Windows、iPhone 添加进来，还有就是像这个安卓设备啊，安卓设备我们也可以添加进来。那安卓手机呢，我们可以在安卓手机的应用商店或者说 Google Play 里面来搜索 Tailscale 来进行下载安装。如果说你的手机里面没有搜索到 Tailscale， 你也可以在网上找到 Tailscale 的这个 APK 的安装包，安装到手机上面也是可以的。那安装好了以后呢，我们来打开这个 Tailscale 的这个 app， 然后呢，我们点击 Get Started， 这里呢选择第2个按钮，因为我们用的是微软账户登录的。然后这里呢，我们就进行登录。这里呢，我们点击 Connect。好，现在我们这个设备就已经登录成功了啊。然后现在就到了这个 Tailscale 的这个 app 里面，大家看一下。当前呢可以看到其他设备，因为现在这些设备都在我们组的这个网里面啊，它就是一个局域网。然后呢，我们要使用这个 Tailscale 啊，还要打开左上角的这个按钮。好，打开以后呢，同样是要添加一个 VPN 的配置的，点击确定。当你看到手机的通知栏里面多了一个 VPN 的图标
啊。以后那现在呢，我们这个手机就和我们当前的 Windows 还有 iPhone 都在同一个网段里面啊，可以进行互相访问。大家看一下，他们分配的 IP 都是同一个 IP 段的。如果说你不用的话，可以把这里关掉就可以了。好，那现在呢，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组的这个网络里面呢，已经有3台设备了，分别是我们的 Windows、iPhone 还有当前的这个安卓设备啊。在这里呢，我们可以看到当前设备的这个详细情况啊 ，Windows、iOS 还有安卓。然后如果说这里显示的是绿色 Connected 啊，表示我们的这个设备当前是在线的。那当前这个安卓设备呢，这里是灰色，说明是没有在，因为我刚才把它的开关给它关掉了。那我现在呢，把这个开关给它打开啊，打开，然后我刷新一下网页。大家看一下，现在这个就表示安卓手机已经是在线了啊，已经在线了。那同样的，每一个设备添加进来以后呢，点击右面的3个点啊，然后如果说你要改名字啊，给它改一个设备的备注的话，你可以点击这里来改一下啊，比如说我给它改成我的安卓。我的安卓设备，然后点击 Update Name， 好，改好了。然后呢，把这个关闭密钥过期给它选择了。好，那还有就是大家看一下，这里呢也有这个 macOS 还有 Linux 啊。你有其他设备的话，也可以像这样在这里下载对应的客户端，然后添加进来就可以了。添加进来我们组的这个网络以后呢，这些所有的设备都可以互相访问，重点呢是速度确实都不错。那有的朋友呢还想把自己的群晖添加进来，也是可以的把群晖添加进来也是可以的。但是呢，这里它并没有群晖的这个客户端的下载但是呢，它本身确实是有的我们先进入群晖给大家看一下。好，那现在呢，我在群晖里面。那在群晖里面如何来安装这个 Tailscale， 把群晖加入到我们这个组的网络里面呢？其实呢，我们可以在这个套件中心里面在这里呢，我们直接搜索这个 Tailscale Tailscale 就可以搜索到这个 Tailscale 的安装套件，点击直接安装就可以了。但有的朋友呢，可能在群晖里面找不到这个 Tailscale 的安装套件，又或者是你搜索出来的这个版本，它并不是最新版的大家可以看到，我搜索出来的这个版本，它是 1.38.4 的，但实际上现在最新的版本呢，是 1.42.0 的所以说你安装这个能用也可以，如果说你搜索不到，我们也可以手动安装。手动安装呢也比较简单，我们直接在这个网上搜索搜索这个 Tailscale for Synology， 然后 GitHub， 就在 GitHub 里面有它的这个开源的项目搜索出来以后，我们就在这个网址里面来找到就可以了如果说你实在找不到，我回头可以把这个网址贴到咱们视频的下方。你找到这个以后呢，然后下来这里它有一个稳定版我们就点击这个稳定版，这个 stable stable， 然后呢我们下来找到自己对应的版本，这里呢有 DSM6 还有 DSM7 我这个群晖呢是 DSM7 的，然后是 X86 的这个 CPU 所以呢我就选择这个。你根据你自己这个群晖的这个机器的 CPU 的情况来选择那我是 DSM7 的这个版本，然后是 X86 的这个 CPU， 所以呢我就选择这个大家看一下，这里呢它有不同的按照 CPU 型号的这个安装包。好，我这里呢就下载这个。好，我就等它下载。好，很快呢就下载好了。下载好了以后呢，我们就回到群晖，然后呢就点击这里的手动安装，然后弹出这个界面，我们点击浏览，然后呢就选择我们下载好的这个 Tailscale 的这个套件我们点击打开，然后点击下一步，这里呢点击同意就可以然后点击完成。OK， 现在呢就安装好了，大家看一下，我把它关掉，然后在这个已安装这里，我们可以找到当前安装好的这个 Tailscale 的这个套件，
那我当前安装的这个版本呢是最新版的 1.42.0 啊。好，现在安装好了以后呢，我们还要把群晖给它接入进来，我们直接点击这里的打开。好的，那现在呢，大家看到我们组的这个网络里面呢，已经把我们的安卓手机，然后我们的 Windows 电脑，还有我们的 iPhone， 还有我们的 NAS 啊，我们都组到这个网络里面，都接入到这个网络里面了。然后这个新进来的设备啊，同样的，我们在这里点击3个点啊，把这个关闭密钥到期啊，给它点一下，好，关闭密钥到期。然后如果说你想改名字，在这里选择这里就可以。好，现在呢，我们就全部把自己的设备接入进来了。当然了，你有更多的设备都可以按照这个方法来接入进来，或者说把你家人、把你的朋友的设备都可以接入到这个网络里面。这样的话，即使在不同的网络里面，大家只要打开以后，都可以进行互相的访问。下面呢，我们来测试一下，看这个效果到底怎么样。好的，现在我们用的是4G 的网络，然后我来模拟一下，就是从外网来访问家里的这些设备啊。因为现在我们用的是 Telescale 来组的网，大家看一下，右上角是4G 的网络。首先呢，我们来打开 Telescale。那当前我们可以看到其他的设备，我们的安卓手机、Windows 电脑还有 NAS 啊，然后这个 Telescale 是打开的状态。OK。我们先来测试啥呢？先来测试一下远程连接家里的这台 Windows 电脑怎么样啊？因为我的 Windows 电脑基本上是不关机的啊，这台电脑。我们使用这个客户端。首先呢，我们先要获取它的 IP 地址啊。那这个 Windows 的 IP 地址呢，我们点一下就可以复制。好，然后呢，我们打开这个客户端，在这里啊，点击添加电脑。我们在这里把 IP 地址给它粘贴上去，好，点击存储，然后我们来点击连接。好，这里呢输入我们这台电脑的用户名和密码就可以了。好，点击继续。好，大家看一下，很快就连接上了。现在呢，就是连接上了我家里的这台 Windows 电脑啊。我这台电脑就是今天给大家演示的这台电脑。我现在是用手机啊操作，然后这个客户端挺好用的，你也可以切换啊，在这里可以用这个手指啊，因为咱们用的手机嘛，它是触摸的。看一下，我触摸一下啊，这个是我的 NAS 啊。好，我还是习惯用手标，手标方便一点。好，我们来测试一下这个速度啊。比如说，我现在打开一个网页，然后我们来打开这个哔哩哔哩。OK， 我随便就打开一个视频啊，看一下这个吧。晋太原没有问中题啊，大家看一下，武陵人捕鱼为业，缘溪行，望路之远近。忽逢桃花林。好，打开了啊，大家看一下，没有任何问题，说明呢这个 Telescale 的速度还是可以的。然后我们用这个浏览器来登录一下，比如说我登录一下我的群晖啊，群晖的这个 IP 地址是这个，我们来复制一下，粘贴到这里。好，没有问题啊，大家看一下。可以登录群晖啊，可以在这里登录啊，这里我就不登录了，因为我这里呢有群晖的应用，这里的这个 IP 地址呢也切换成群晖的 IP 地址啊，点击登录，然后没有问题啊，可以登录进群晖。那以上呢是我们在每一个终端来安装 Telescale 来进行使用。那有的朋友还会问了，我们能不能把它安装在软路由，比如说 OpenWRT 上面呢？答案是肯定的，可以安装，而且
我们如果把 Tailscale 安装在 OpenWRT 上面以后呢，它的访问会更方便，因为在软路由上安装以后，我们可以打开子网路由，这样在软路由下面连接的设备都不需要单独的安装客户端，我们就可以访问，而且是可以通过家里的内网 IP 就可以直接访问的，非常的方便。下面呢，我就来给大家再详细的演示一下。好，下面我们来给 OpenWRT 固件来安装 Tailscale。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是在 GitHub 上面 Tailscale 的项目啊。这个项目地址呢，我会回头贴到咱们本期视频的下方。然后下面这些呢是 Tailscale 在 OpenWRT 上面的安装的一些步骤，我上面会详细的分享给大家。那我们先来进入到 OpenWRT 的后台啊。好，我们进入到 OpenWRT 后台以后呢，首先我们点击系统。一般来说，大部分朋友使用的 OpenWRT 固件呢，在系统里面有一个 TTYD 终端。那么我们下面的操作呢，直接可以在 TTYD 终端就可以进行操作。但是呢，我使用的这个 OpenWRT 的这个固件是 ISOS 的，这个固件呢，它并没有这个 TTYD 终端，没有也没关系，我们只需要用一个 SSH 连接工具就可以啊。那这里呢，我使用的是这个 Parton 的这个工具啊，大家看一下，这个工具呢就是一个 SSH 连接工具，很简单。首先呢，在这里填写你的 OpenWRT 的这个 IP 地址，那我的是 192.168.41.4， 然后呢，其他不变啊。这个端口默认22，下面呢选择 SSH 啊，然后呢我们点击 Open， 好，然后在这里我们就登录自己的 OpenWRT 固件就可以了。账户啊，我的账户呢是 root， 然后密码呢这里是不显示的，直接登录就可以。好，现在呢就登录进来的。如果你的 OpenWRT 固件是有 TTYD 终端的话，你就直接在 TTYD 终端操作啊，跟这个是一模一样的。好，下面首先呢，我们先来下载这个 Tailscale 啊，先来下载这个 Tailscale 的这个软件。这里啊 ，Release 这里面，我们给它在新窗口打开看一下。好，我们就是来下载这个。下载这个呢，建议大家在线下载会比较简单一点。如果是离线的话，还需要手动把它放到 TMP 的根目录里面，我觉得比较麻烦，所以你要保证你的 OpenWRT 是联网的，可以用的。好，我们首先呢，先把鼠标放在这里面啊，放在上面，然后右击复制链接啊，复制链接。好，这个链接复制以后就是下载它的链接，然后我们在这里输入 wget 空格，然后把刚才复制的这个链接给它粘贴到这里 ，OK， 然后我们敲回车键，好，它就在下载了 ，OK， 很快下载好了。这是第一步，下载这个软件。然后第二步，我们来看一下，作者这里呢是有给出这些步骤，你如果嫌是英文的话，可以把它翻译成中文。下面呢就是解压了，解压我们下载好的这个软件，然后我们可以把这一段复制啊，要稍稍的修改一下，就把后面这一段修改一下，我们把它复制下来，然后你找个记事本啊，找个记事本，把它粘贴到这里，其实就是把这一段给它修改，就修改成这个名称啊，就这个名称就可以了。我们来这次呢是用鼠标来复制名称啊，用鼠标复制名称，大家看我选择啊，就是这个名称，然后点击复制啊，点击复制，这里不是复制链接了啊，是复制这个名称，一定不要搞错了啊。然后我们选择这个啊，给它删掉，然后再把我们刚才复制的这个给它粘贴上去。好，这样就搞好了。搞好以后，大家看一下，这个 F 和 O 中间是有一个空格的啊，一定要搞清楚。然后呢，把这整段给它一复制。好，现在呢，我们给它粘贴到这里，回车啊。OK， 这个解压是很快的。然后后面呢，我们到下一步了。下一步呢，就是这个，就这个了。到这个安装了这个依赖啊，这是2行，你可以依次给它复制，也可以一次性给它弄，我就依次吧，防止有些朋友搞不清楚了。我们先复制这一段，然后粘贴到这里。好，回车。好，我们再复制这个，
复制，然后粘贴，回车。好，这个很快。然后后面到下一步呢，它这里也是2行啊，也是2行。我建议大家，不是很熟的话，就一个一个运行吧。那我们先执行这个啊，首次运行这个 Tailscale。好，我们给它粘贴到这里，然后回车。然后到下面这一行呢，我们一定要修改啊。我们要修改哪里呢？我们要修改这个，要把这个就是我选中的这个修改成你家里的这个网段啊。比如说你家里是 192.168.1.1 的这个网段，你就修改成 192.168.1.0 啊。你像我家里是31，我就修改成 192.168.31.0 啊，其他的不变。好，我们先来复制这个啊，先复制这一行，反正就是把这个修改成自己家里的。好，粘贴到这里，然后呢，把这一段删掉，然后修改成 192.168.31.0 啊。我家里是这个，你家里是多少，你就修改成多少啊。这个不要跟我一样，修改成你自己的。修改好了以后呢，给它复制，然后打开这个，继续给它粘贴，然后回车。好，这里正在下载啊，我们稍等一下。好，到这里以后呢，大家看到啊，它这里给我们弹出来了一个链接，大家看一下。这个链接呢，就是我们用来登录的啊，我们把它复制一下，好，现在呢就登录我们的 Tailscale 的这个账户啊，我们自己登录就可以。好，现在呢我们就登录进去了，大家可以看到，在我们的 Tailscale 的后台已经看到了我们的这个 iStore OS 了啊。这个名称呢，就是我们可以用来识别的，就不用改了。然后呢，我们先把下面的这个代码执行完，再来给大家说一下这里的修改。然后我们先在这里啊，它这里还有2个，一个呢是用来就是在开机的时候，我们来启动这个 Tailscale， 这个呢是验证是否成功。好，我们都给它执行一下，来复制啊，点击这里也可以复制。好，复制。这个是我刚才复制的上面的链接，给它删掉。好，我们给它粘贴到这里，回车。好，再把下面的这个复制。好，点击这里，回车。好，现在呢，我们就成功的把 Tailscale 安装到我们的 OpenWRT 固件上面了。大家只要跟着这个步骤，就基本上是没有什么问题的啊。这个我们就可以关掉了，好，关掉。然后现在我们再进入到这个 Tailscale 的这个后台，然后我们可以再刷新一下，大家看一下这个 iStore OS 呢，现在是连接状态。然后我们再设置一下，就是点击这3个点啊。首先呢，把这个禁用密钥过期给它点一下 ，OK。好，再点一下这里啊，再点一下这里，这里呢有一个这个啊，修改路由啊，点击一下，然后呢，我们把这个子网路由给它打开，这里啊，这个打开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打开的这个意思以后，就是在这个 iStore OS， 也就是在这个路由器下面，只要连接的设备都不需要再安装这个 Tailscale 客户端了，就可以直接用这个内网的 IP 地址来访问了。所以说这个还是比较有用的。OK， 下面呢我们来测试一下啊。大家看到我手机现在使用的是4G 的网络啊，右上角有4G 的这个 logo。那我现在就是模拟在外网的一个环境来访问我家里的这些设备。我现在来打开 Tailscale 给大家看一下。现在呢 Tailscale 里面呢只剩下 iPhone 和 iStore 就是我的软路由了。我把家里的这个电脑 NAS 都从这个 Tailscale 里面去移除了。
因为刚才给大家说了，就是我们打开子网路由以后，在这个软路由下面的这些设备都不需要单独的去装这个客户端，我也可以访问他们，而且用的是家里的内网的 IP。好，我现在先来打开这个 Tailscale， 好，然后我们来挨个测试啊，先来测试一下我能不能远程连接家里的这台电脑。我们打开这个，然后呢点击这个加号，然后点击添加电脑。好，这里呢我家里的这台电脑的内网 IP 是 192.168.31.22。好，然后点击存储，然后我们点击连接。OK， 这里呢输入电脑的用户名，输入电脑的密码，点击继续。OK， 没有问题啊，大家看一下，我成功的用这个内网的 IP 连接上了我家里的这个电脑。大家看一下，我现在呢是用这个手机在操作我觉得这个还是挺方便的，还是挺好的。没有问题。好，我们把它关掉。然后我们再来测试一下，我现在打开浏览器啊，先打开浏览器，然后同样用内网的 IP 地址 192.168.31.1 这个是我的主路由，没有问题，可以打开，大家看一下。然后我们再来测试一下，我挨个都测试一下啊，我来测试一下我的虚拟机能不能打开。好，没有问题啊，大家看一下我的 ESXi 这个虚拟机也是可以打开的，而且用的是内网的 IP。好，继续测试。再来看一下我的 NAS NAS 能不能连接，因为我刚才已经把 NAS 从 Tailscale 里面去移除了。OK， 应该是没有问题的。好，没有问题啊，大家看一下，也可以成功连接到我的 NAS。OK， 那这个呢还是很方便的还是很方便的。以上就是我们今天分享的全部内容了。本期内容时间比较长，也感谢你能看到这里。如果说本期内容对你有帮助的话，别忘了点赞、评论、订阅我的频道哦。我们下期再见。